最近职场上的风声好紧张哦，打开新闻、社群，到处都在讲裁员这件事，尤其是35岁以上的上班族，更是整天提心吊胆。这年纪好像突然就成了职场里的敏感词。亲爱的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世界，一个关于财富自由、个人成长书籍分享的频道。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本《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就像一帖超有效的定心丸。透过20年前美国达拉斯地区的就业危机故事，带我们挖现在职场生存的大学问。你知道吗？在2023年6月，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几家超级大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公布财报，那数据真的让人吓一跳。比起疫情期间招聘人数最多的时候，2023年前3个月，他们聘雇的员工整整少了快9%耶。这几家公司可都是中国互联网业界的翘楚，他们的任何人事异动都像在业界丢下一个震撼弹。而在这波来势汹汹的裁员潮里，35岁以上的互联网从业人员根本就是首当其冲的苦主。有统计说，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普遍都在35岁以下，这样的年龄结构让好多中年上班族整天忧心忡忡，也让人看到现在就业市场有多残酷。面对这样越来越严峻的就业环境，大家心里一定都在想，到底该怎么突破困境哇？2年前，美国达拉斯地区的就业危机研究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方法？一个人要是失业了，又该怎么靠自己重新站起来？别急，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艺人公司》这本书，找一找答案吧。这本书的作者卡利·莱恩可是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超厉害的教授，他长期钻研美国的就业文化和劳资关系。为了写好这本书，他以2001到2009年美国达拉斯地区的失业者为研究对象，花了长达18个月做田野调查，还持续追踪访问了9年，和400多位高新技术行业的失业者深入聊天。有这么扎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才能把这些失业者的生活改变、心理落差，生动又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到一幅超真实的失业者群像图。说到这里，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了？它可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种公司形式或是创业模式哦，它其实是一种超新颖的职场生存理念，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做自己的老板，把个人能力当成商品来推销。他强调不要一直抱怨政策、制度或是大环境，也别总想住有个铁饭碗可以依靠，要相信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可是超有现代感的职场生存哲学呢。故事要从1985年讲起了。那一年，花了9700万美元打造的达拉斯资讯集市正式开幕。这栋位在达拉斯市中心的建筑有7层楼高，里面有展示空间、报告厅、会议室，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脑和电信设备，就是要打造一个专业的高科技产品展示和交易市场。这个超有创意的模式，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5万人次来参观，让达拉斯作为美国高科技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到了2000年，媒体还把达拉斯封为电子商务的第3海岸。但繁荣的背后，其实已经隐藏着危机。那时候，美国经济已经偷偷走下坡了。从2001年到2004年，美国的科技产业受到超级大的冲击，足足有19%的科技工作机会消失不见。而达拉斯地区的状况更惨，将近30%的科技工作岗位都流失了，比全美国的平均水准高出1/3呢。有数据显示，2001年达拉斯都会区的空置办公空间大概是27万平方公尺，到了2003年，光是普莱诺市的空置办公空间就达到42万平方公尺，整个地区的办公大楼空置率快到30%了。再加上网络泡沫破灭，大批科技公司倒闭，那时候纳斯达克的市值短短时间就蒸发了2/3，真的超可怕。在这场危机里，35岁的恩里克·比瓦尔就是众多受害者之一。他是个超厉害的中级工程师兼专栏经理，精通3种语言，工作认真到不行。每周在办公室待超过50个小时，周末和晚上还去上 EMBA 课程，甚至主动接下上司交代的委外工作。但就算这么拼命，他还是逃不掉被裁员的命运。2次失业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就业观念，从以前对公司无条件的忠诚，变成更务实的追求薪水。他超直白地说，狗熊跳舞就是为了钱，还告诫所有工作的人一定要看清楚，雇佣合同的本质就是用劳动换取报酬。像恩里克这样就业观念的转变，真的不是个案，而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哦。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忠诚一直是雇佣关系里很重要的一环。大家都觉得只要认真工作，就应该有个稳定的工作保障。可是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发生了好大的变化，自动化、去工业化、经济周期波动，还有企业为了省钱不断削减成本，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裁员变得越来越常见。一开始受到影响的大多是蓝领阶级，那时候的白领阶级不但没有同情，还觉得蓝领被裁员是因为自己跟不上经济变化，不懂得自我提升。但慢慢的，白领的失业率也开始往上飙了。在职业失败就等于个人缺陷这种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白领们也把失业原因怪到自己能力不够，而不是怪老板不够负责任。这样的认知转变，最后就催生了一人公司的生存哲学。在作者研究的对象里，一人公司的实践者大概可以分成2类，一类是被动接受的，一类是主动选择的。47岁的菲尔·赖特就属于被动接受的那一群。他在高科技行业打拼了25年，职业生涯跨了好多领域。2001年，他待的电商公司倒闭，他也失业了。失业后，他选择当一名独立顾问。虽然这个工作超不稳定，充满风险，但菲尔却很乐观。他觉得在现在的职场环境下，每个工作都有风险，职业的临时性早就变成常态了。50岁的麦克·巴纳德也经历过好几次裁员，一开始被裁的时候，他还会一直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但是被裁的次数多了，他的心态也变了。他告诉自己，问题不在我，这只是职场路上的一个小坎儿了。有统计说，超过1半的美国家庭都至少经历过一次裁员。在911事件发生前的3年里，差不多1/5的美国工作者都被裁过员。在这本书访谈的对象里，将近60%的求职者都有过1次以上的裁员经历，真的超普遍。至于主动选择一人公司模式的代表，就是28岁的软体工程师丹尼尔·克莱因了。在网络产业最热闹的时候，丹尼尔在一家超有人情味的网络咨询公司工作，他超喜欢公司包容的文化，还和好多同事变成超好的朋友。可是2001年公司第一波裁员，他就被列在名单里。虽然很失望，但他一点都不意外，也不生气。他说，公司也是为了活下去才裁员，真的不能怪他们。他用这种体谅公司的态度，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很独立、很懂事的大人，而不是那种需要别人保护的小孩子。但其实说穿了，这背后也是失业者仅存的一点自尊心在撑着了。而且讲真的，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还是得靠老板发的薪水才能过生活。透过分析这些案例，作者发现，在现代职场想要成功，关键就在于自主规划的能力。一人公司的实践者们不再追求以前那种直线上升的职业发展路线，而是把每个工作机会都当成磨练技能、累积经验的好机会。他们很清楚，职业生涯其实是由兼职、约聘工作、找工作的空窗期，甚至是失业期拼凑起来的。就算有工作的时候，也得时时刻刻关注行业的新趋势，不断学习新技能，拓展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能不能找到工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就业能力，而且真正能依靠的是自己的职业人脉网络和整个劳动市场的动态。不过啊，要实践一人公司的理念真的好难，失业者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超多挑战。最直接的就是消费的节省再节省。就像44岁的基斯·哈特曼，他以前在好几家跨国公司工作，收入稳定，家庭也很幸福。但是失业后，就算家里本来有点存款，生活水准还是大幅下降。一家人好几年都不敢换新车，女儿圣诞节许的愿望居然是希望爸爸可以找到工作。听到这样的愿望，真的让人超心疼。这种经济压力不只是影响物质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给家里每个人都带来好大的心理负担。而且事业对男生和女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呢。因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关系，事业的男生通常要承受更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像文里克失业后，他老婆安娜只好重新出去工作，找了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家里经济紧张，夫妻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岳母还常常指责里克，说他眼高手低，只想当主管，不愿意找个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指责真的让恩里克的自尊心超受伤。相较之下，失业的女生更多是对另一半产生依赖感，心里也会充满内疚。30岁的娜塔莉本来是个超有活力的网站主管，扛过公司6次裁员，最后还是没躲掉被裁的命运。她说，被裁员后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
不能去餐厅吃大餐都还好，最难受的是生活里少了好多娱乐。她把花钱的攀岩活动改成免费的慢跑，去酒吧喝酒改成去书店看书。虽然男友很支持她，但她心里总觉得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靠男友养，就算她很主动的帮男友做很多事，心里还是无法释怀。为了找到新工作，这些失业者都超积极的拓展人脉。研究说，80%到95%的工作都是透过人际关系找到的耶。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失业后，第一件事就是联络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前的同事，甚至比上网找工作还要早。通常一被裁员，就会立刻群发信息给通讯录里的所有人，问大家有没有工作机会或是可以介绍的人。以前研究说，失业的白领向熟人求助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对这些科技工作者来说，失业带来的羞耻感好像没那么强，再加上用电子邮件联络比较不会那么尴尬，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把消息一次发出去，不用一个一个打电话，超方便。而且他们都相信，让越多的人知道自己在找工作，请大家帮忙留意，就是找到新工作最有效的方法。有一些专门帮助求职者的社群超受欢迎，像科技稳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周都会举办例会，专门服务软体相关行业的求职者。在这些社群活动里，大家会互相分享找工作的建议，互相打气，也能拓展人脉。这些活动不只是帮助大家找到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给了大家精神上的支持。有一次在科技网的活动上，一位40多岁不太爱说话的金发女士很困扰地问，面试的时候他们问我过去几个月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呀？好多人都热心地给她建议，叫她强调自己参加的社交活动、业内活动、志工服务或是新学到的技能。有位年纪比较大、绑着马尾辫的男城市设计师还大声说，把你做过的所有能证明你很认真、很有能力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在这里，大家互相帮忙，互相鼓励，就算最后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工作，但是有这样的社群陪伴，也能让失业的日子没那么难熬。5年后，作者又回去拜访了一些当初访谈过的人，发现他们的人生有了好大的变化。9个受访者里，只有2个人像亚历克斯一样成功逆袭，找到了好工作，薪水还比被裁员前高很多。但其他7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有2个人勉强维持原来的收入，3个人收入大幅减少，还有1个人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工作，另外1个则是自己决定离开职场。这个结果也告诉我们，虽然艺人公司的理念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方向，但真的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成功了。不过话说回来，艺人公司的生存哲学还是超有价值的。对现在有工作的人来说，他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对已经失业的人来说，他提供了一个很积极的应对方法，让大家在困境中还能保持信心。现在经济环境这么不稳定，把自己当成一家独立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是适应职场变化的好办法哦。作者卡利·莱恩透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美国文化里意识形态的韧性。就算面临经济困境，大家还是很努力地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想要实现自我价值。而且不管工作有多不稳定、多难找，有一份能赚钱的工作，始终是美国人定义自己、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对现在正在经历类似挑战的中国高科技工作者、大公司员工来说，《艺人公司》这本书真的是超级宝贵的借鉴。它让我们能用更理性的态度看待职业发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找寻机会，在困境中突破重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场生存之道。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得到满满的启发。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超级实用、超有帮助，一定要帮我按个赞，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听到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我们下次听世界继续一起拉掘更多好书里的宝藏，说好咯，绝对不可以缺席哦，拜拜。